爹，你再撑一撑，我出去找吃的。醒来吧，万兽之神！好冷，好冷，窝里的草不够了。妈妈，我饿。奇怪，我听见好多声音。我能听见他们说话，是田鼠，还有麻雀。爹爹，你等着，念念去找肉肉，念念不让你们饿死。小王，别杀我！你叫什么名字呀？那念念给你取一个，你是灰色的，就叫大灰灰。我可是狼群中的霸主啊！如今被3岁小奶娃按着头叫大灰灰。大灰灰，你知道哪里有兔兔吗？或者鸡鸡？念念的爹爹在发烧，他好多天没吃东西了，念念要给他找肉肉。小王，上来吧，我带你去找肉肉。驾！大灰灰冲啊！哥哥，你回来啦！念念找到吃的了。念念，那是狼，你……大灰灰才不咬人呢！爹爹好烫，肉肉能治发烧吗？哥哥，你先蹲着，念念再出去一趟。不行，外面……大灰灰，往左边，快快快！小白白，你嘴里跟草好香。冰髓银脂能解百毒退恶热，妈妈中毒了，走了3天才找到。念念不拿，这是小白白给妈妈的，快去救妈妈吧。念念在想别的办法。你救了小白的命，一根草算什么？小白还有一根备用的藏起来了。小白白，你最好啦！哥哥快，这个能退爹爹的伤。那边有好多
好多东西正在过来。爹爹，喝汤汤，张嘴。念念，哥哥，爹爹醒啦！爹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些哪儿来的？念念找的。星河，保护好你妹妹！北荒灰狼，威震北荒所有生物的霸王。大灰灰是念念的，不咬人的。我当了30年的战神，从没见过北荒灰狼摇尾巴。这是小白白，他给念念草草，把憋憋的烧退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念念一个人出门找吃的，驯服了北荒巨狼，跟旱鼠借了粮，救了一只断腿雪貂，带回了冰髓银纸。我7岁被3大宗门赞为百年奇才，而妹妹念念，这个被断定毫无天赋的奶娃娃，随手驯服毒狼，掌心一按治愈断腿。过来。爹爹不是生气，爹爹是觉得对不起你。念念出生便没有灵根，流放北荒押送路上时，他不哭不闹；到了北荒，他乖得像个影子。星河出门他不吵，我发烧他不闹，3天没饭吃他不哼一声。我恨天恨地恨了3年，却从没正眼看过他。他才3岁半，而就是这个3岁半的小影子，骑着狼，抄着雕，把我从鬼门关拽了回来。念念不怪爹爹，爹爹生病不是爹爹的错，坏人是坏人的错。星河在，你妹妹的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这份力量不是恩赐，一旦走漏，我们一家死无葬身之地。3个月后就是春巡，巡查兵会来。什么是巡查兵？坏人派来的人。那让大灰灰咬他们。不能咬，还不是时候。总有一天我们会回去。念念要吃肉肉，大灰灰别抢。那是一条蛟，冰封1000年的上古凶兽，它正在苏醒，而他的视线始终没有离开那间土屋，始终没有离开那个正在睡梦中攥着父亲衣襟的小女孩。小王，那下面的东西太可怕了！小崽崽，我来。念念帮你。老朽等了1200年，万兽血脉，1000年一出，终于等到你了。1000年寒蛟，上古凶兽，任何修行者见了，都
都会魂飞魄散。多谢小主人救命之恩。滑滑的，凉凉的。可是你这么大，念念家装不下你呀。大虫虫变小虫虫啦！老朽名唤竹渊，猪猪，也行。又来一个，这个比我们加起来都吓人。走，回家。但念念不知道的是，脚破冰而出的那一瞬间，北荒方向，千年封印，有东西出来了！说，北荒方向，千年封印破裂，有上古凶兽苏醒的迹象。星珠指向极准，就是北荒冰湖方向。那处封印是1200年前万寿宗的大能所设，镇压的是一头千年寒蛟。千年寒蛟，千年寒蛟。封印怎么会突然破裂？臣不知。按理说，那道封印至少还能撑500年，除非有外力介入，而且是极其特殊的力量。北荒沈破军千年封印破裂，和一个3年前的流放罪臣有什么关系？3年前，战神沈破军被诬谋反，满门获罪，全家发配北荒。我查过那些证据，漏洞百出，拙劣至极。这件事像一根刺，在我心里扎了3年。
派人去北荒，暗探，不要惊动巡查兵，我要知道冰湖封印的确切状况。还有，沈破军一家是否还活着？爹爹，有人在外面偷看念念。黑衣蒙面，藏在雪窝子里，没有恶意，但一直观察。暗探，巡防营不会用暗探，那是谁？能在北荒雪地里藏住气息，不被灰狼第一时间发现的人，至少是4品以上的高手。整个大齐有资格派这种人来北荒的，要么是周玄礼，要么是萧炎。如果是周玄礼的人，不是。周丞相要杀我们，会直接派杀手，不会费心思搞暗中观察。他恨不得我们立刻死，不会留活口慢慢看。那就是摄政王。萧炎，此案疑点甚多，当重审。最后萧炎没能翻案，先帝的玉玺已经盖了，圣旨已经发了，再翻就是抗旨。不要打草惊蛇，让那个安特看。看什么？看我们还活着，看我们值不值得他萧衍下一步棋。萧衍是谁啊？一个很厉害的人，可能是坏人，也可能不是。竹竹，如果那个人是坏人，你能一口把他吞掉吗？弹丸之地的凡人，吞10000个都不够塞牙缝。爹爹放心，要是他敢欺负我们，念念让竹竹吃了他。那个暗探在土屋附近潜伏了整整5天，5天里，他看见了一个断头在门前经过，动作虽然迟，但每一个姿势都带着很猛的决心。他看见一个瘦弱的少女披着薄药缝衣，手法利落的不像15岁的孩子。他还看见一个3岁的小女娃蹲在雪地里，对着一群汉塔指手画脚。汉塔们居然这样气息，他一直翻进了土屋后的角落。一封密信摆在了摄政王的案头，萧衍逐字逐句地看完。信上写着：沈家3口皆存，沈破军伤重，但有恢复之象。沈清河身体虚弱，又与沈念3姐们疑似能与兽女沟通。有意思。萧炎，3年了，你还盯着沈家那条死狗？送去北荒给赵恒，告诉他沈家3口一个不留，就说流放犯企图逃跑，格杀勿论。自从上次发现暗探之后，念念每天晚上都会放出哨兵，几只汉塔蹲在土屋周围的雪堆上轮班站岗。汉塔们夜视能力极强，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发出尖锐的警报声。
点20个人，带满弓弩，明早出发，天亮之前干完。4更天的时候，警报来了，一只悍马寒热把被刺耳前进，紧接着第2时，临时炸毛。爹爹，有很多人来了。灭口！带你妹妹从后墙走，往冰湖方向跑。那爹我断后。你，爹，你一个人。念念不走，爹爹腿断了跑不动，哥哥灵根碎了打不过，就念念走了有什么用？主主，你说过你能吞1万个凡人，外面来了21个，够不够你塞牙缝的？这等蝼蚁，老朽打个憨气便是。但小主人，老朽如今灵气未复，现出真身不过维持半刻钟。半刻钟够了。沈破军，周丞相有令。他的话没喊完，一道暗金色光芒从土屋方向冲天而起，照亮了满屏屏。只见一头遮天蔽日的赤金巨蛟横亘在土屋上方，俯瞰着赵恒。赵恒的弯刀会下21匹马全部失败，骑手不得紧张，摔下地。此时主原一股寒气从口中发出，将地上的众人都冰冻。赵叔叔，你打了念念的爹爹，抢了念念的汤汤，现在又要杀念念的家人。沈家的人，他杀不完。好臭！将军摄政王请您回京。摄政王要接我们回京，凭什么？王爷说，3年前沈将军的案子疑点重重，他一直在暗中搜集证据，如今证据已有70%，
只差当事人亲自回京指证。7成，3年前我被押走的时候，周旋里伪造的证据是10成10，7成对10成，你觉得够吗？我如今是个废人，回京城靠什么翻案？靠一条腿跪在金轮殿上磕头？靠王爷。他说，他欠将军一个公道。3年前没能拦下那道圣旨，是他萧燕的失职。这个公道，他会亲手讨回来。爹爹，那个周丞相是不是害我们来这里的坏人？是。那我们一直待在这里，他会不会一直派人来杀我们？会。那我们打得过吗？打不过。那念念要回京城，念念要带爹爹和哥哥回去咬人，在这里等着被坏人打上门，不如我们打回去。穷寇莫追，困兽犹斗。我沈颇君已经被逼成了穷寇，既然如此，李罕在。沈颇君这条命暂且系在他萧燕手里，若他说的公道是真的，沈家上下3口任他差遣；若他骗我，沈颇君拼着最后一口气，也要在京城掀翻他的王府。将军放心，王爷从不说空话。念念要去吃糖葫芦啦！念念要走了，你们要好好吃饭，不许打架，不许偷懒挖洞，知道吗？念念以后会回来看你们的，拉勾勾。大灰灰，你留在北荒吧。带上。3年，他们在这里待了3年。好香，比北荒好闻。爹爹，京城的糖葫芦是什么颜色的？红色。那烤鸭呢？金黄色。念念要吃10串糖葫芦。将军，前方5里处有一队人马，约30，打的是北荒巡防营的旗号，正在设卡。赵恒，不确定，但巡防营在这条路上设卡，不会是巧合。周丞相的手令下得真快。念念有办法。大灰灰，前面有坏人拦路，你去叫几个朋友从2边山坡上跑过去，不用咬人，就在他们营地周围转圈圈，越多越好，动静越大越好。小白白，你去前面探路，看看他们有多少人，头头长什么样，回来告诉念念。我在摄政王手底下干了15年暗卫，调度斥候布置哨位，侦察敌情，这些活我闭着眼都能干。如今被一个3岁奶娃用一条狼和一只雕干了。猪猪，你先睡觉，等大灰灰和小白白搞不定了，再叫你出来吓人。闪。他们不知道，一场由3岁女娃指挥的突围战正在悄然铺开。正面10个，左坡8个弓弩手，右边树林14个骑兵。哥哥，比念念的手指头还多好多。左坡弓弩手是杀招，正面堵路是诱饵，右翼骑兵是追击，3面合围，只留后路，逼我们退回北荒。我去解决左坡那8个弓弩手。不用，大辉已经去叫朋友了，从右边树林冲。马最怕狼，骑兵先乱。正面堵路的，念念让虫虫去。上次咬了赵叔叔，这次再咬一回，他们就顾不上拦路了。
左边山坡的8个人，猪猪，你不用变大，就飞过去，在他们头顶绕一圈，他们能感觉到你吗？交之为压，不在形体，在神魂。老朽诺飞过去吐一口气，那8个蝼蚁怕是要趴在地上哭爹喊娘。黑衣叔叔，你管赶车就好了，念念搞定。照他说的办。15年暗针生涯，头一回听一个3岁娃娃指挥作战。拉住马！拉住啊！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只觉得灵魂深处有一种远古的绝对的恐惧被唤醒，是刻在血脉里的无法抵抗的臣服。人呢？跑了！我这是要完了。周丞相的手里写的明明白白，一个不留。如今人跑了。绿草，绿草，念念看到绿草啦！念念一行人经过了一路危险，终于在天黑前赶到了官道驿站。这间有人了。腿倒是其次，你经脉里有残留的禁术痕迹，像是被人用碎麦钉。你中过碎麦钉？你认识碎麦丁？我爹也中过，5年前，他是齐南道的县令，查了周丞相侄子的贪墨案，第2天就被拖进暗牢，钉了碎麦钉，扔到城外乱葬岗。我爹死了，我活着，学了医，走南闯北，就想找一个能治碎麦丁后遗症的方子，因为我身上也有3颗。你既然能看出碎麦丁的痕迹，那你应该也猜到了我是谁。3年前满门获罪的战神沈破军，大齐无人不知。我路过北荒时，听说流放犯还活着，本想找机会看一眼，没想到在这儿碰上。我有专治碎麦丁的续麦膏，但只能疏通30%。姐姐，你的药好臭！良药苦口，这叫臭，不叫苦，但道理一样。爹爹经脉里有3个黑黑的堵堵，念念的暖暖绕不过去。姐姐，你的臭臭能化掉吗？什么黑黑的？你能看到经脉内部？
姐姐，念念的暖暖比你的臭臭好用吧？这不可能！沈将军，血脉膏配上他的能力，能恢复50%以上。用药。巡防营兵卒突然搜查驿站，危机再次逼近。我是游方郎中祁南道人士，这是我雇的脚夫，那是我捡的断腿病号，正给他治呢。这小丫头哪儿来的？北荒雪雕！坏人又来抓念念了！你们不要抢念念的小白，那是念念唯一的朋友。瞧你们干的好事，再吓唬他，我跟你们急！行了行了，别哭了，真晦气，撤！爹爹，念念演的好不好？前面是真哭，后面是假哭。做得好。周旋里不会只用巡防营，他的私兵比这厉害得多。河谷杀气腾腾，53个暗蝎精锐，只为围剿沈家最后的一线生机。爹爹，有人，好多好多人，比爹爹和哥哥和姐姐和黑衣叔叔加起来在乘10还多。心跳如何？都很稳，像打鼓。 53个2品至5品，领头那个2品巅峰，这是暗蝎周旋里的私兵。53个，这么打，打不过。念念跟你说哦，念念不跟他们打，让他们自己打自己。蛇，到处都是蛇！对面有敌情，一组2组向红岩方向进前。坏叔叔们再见，下次别来啦！你那些蛇还有信号烟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就是觉得周丞相挺可怜的。查，沈家不可能有这种手段，是谁在帮他们？已经在河谷排好了筹策。战神尚未复活，奶娃已然无敌。在这条染血的归途，谁才是真正的猎人？将军，周旋里的暗蝎这次折损过半，他不会再派这个2级的人了。不会的。什么？他会亲自在京城布局，等我们进去。那念念还去吗？去。
爹爹，念念不会让你们饿死的，念念答应过你的。好大的墙，比北荒的山还高。3年的流放，3年的蛰伏，这扇吞噬过无数骨血的京城大门，终于要再开了。沈将军，3年不见。摄政王，当年金轮殿一面之缘，王爷还记得。爹爹，这个叔叔好看是好看，就是脸好凶，他是不是不高兴？你就是沈念念。念念不叫沈念念，念念就叫念念。3天后，太后设百花宴，周丞相的孙女周瑾瑟会带一枚私印赴宴。那枚印盖过的文书里，有3份是伪造沈家谋反证据的原始底稿。小野，你要一个3岁的孩子去偷私印？能拿就拿，拿不到也无妨。念念，3天后有个宴会，里面有好多坏人。念念去，念念最会对付坏人了。百花宴危机四凤，念念格格不入的入场了。连个姓氏都报不出来，怕不是街边捡来的野丫头吧？念念有姓的，念念姓沈。来人，给这孩子倒杯热茶。太后娘娘，你的茶杯里有虫虫！好恶心！呸呸呸！念念不喝了！
姐姐，对不起。去，别碰我的裙子！来人，把门关上！一个来路不明的孩子混进了百花宴，本宫不得不防。飘进寒冷，无人口声冷，海风月线战神。太后娘娘，念念想上茅厕，念念害羞，要自己去。嘘，等下你从那儿跳出去。姑娘，快去快回！必须赶在他们闯进来之前。来人，那孩子跑了，封住西院所有出口。大灰灰，跑！不是前尘难尽留根，梦里是你小叔叔，你要的章。红尘儿，不过我们未经所困，情浓中就是前尘难尽留根。上车。本王今日有本要奏，弹劾丞相周玄礼伪造军令，构陷功臣，欺君罔上。一枚印章能说明什么？谁知道是不是被人偷了去，栽赃陷害？摄政王空口无凭，本王不只带了印章。印痕吻合，纸张年份吻合，笔记于六部存档，有7处矛盾。周丞相，这些文书上的私印确实是你的。沈破军是钦定谋逆要犯，私自逃离流放之地，本身就是死罪。来人！先帝定罪的依据就是这些伪造文书。文书若是假的，罪名便不成立，死罪从何谈起？
沈破军，你没死！周玄礼，你可知罪？大理寺卿高声宣读文书，字字如刀。周玄礼的脸惨白如纸，老将、文官、武将一个接一个跪下。臣附议，若他是叛国之人，臣第一个不信。殿外传来不合时宜的脚步声，最不该出现在朝堂上的人，闯入了风暴中心。你用假的纸纸害我爹爹坐牢，你让赵叔叔打我爹爹的脸，你派坏人来杀我们全家，年年都记得，一个都没忘。我爹爹的腿断了，我哥哥的灵根碎了，我们在北荒吃了3年的草根。年年3天没饭吃的时候，你在京城里吃大鱼大肉，你害了我们全家，你认不认错？一个3岁孩子的控诉，如同惊雷劈开朝堂的虚伪，比100道弹劾奏章都管用。太后娘娘救我！棋子没用了，执棋的人毫不犹豫地抛下了他。周玄礼伪造军令，构陷功臣，私设暗楔刺杀流放犯，哪一条都够你满门抄斩。本王给你一个体面的机会，自己认。臣认罪。3天后，翻案第5天。好大的院子，比北荒的土屋子大100倍。萧叔叔，爹爹，我们以后是不是不用回北荒了？不回了，这里就是家。爹爹，念念说过的，念念不会让你们饿死的，念念做到了。北荒的寒风终被挡在门外，属于他们的春天才刚刚开始。